好，來看到北京終於亮出了它的核威懾底牌。今天要來看到空中力量，也就是轟6N，它掛載了這一枚叫做驚雷1的核飛彈哦。那麼旁邊呢，發現還有歼20逆蹤戰機做護航。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日本的方面了，現在說呢，不要只是防禦性，他們不要只是攔飛彈了，要全面建立一個日本自己專屬的反擊能力。東亞現在進入了新的軍備競賽，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趕快來看到中國大陸近期首次公開的這個是它的驚雷1的這個核彈頭、核飛彈哦。那麼搭載在的就是轟6N的戰略轟炸機上面，而且罕見的事情是，旁邊還有一個殲20在旁邊伴飛，原因是什麼呢？是不是如外界分析的，中國這一次想要展現一個比較完整的空中核打擊鏈呢？我們要知道，過去中國的核力量主要還是靠這種陸基跟海基的為主，但是空基現在真的是比較少。這一次顯現的畫面是不是要補足它的弱點呢？我們來看一下現場有關於這個轟6N搭載驚雷1的最新畫面。好，所以我們剛剛說，這個中國大陸過去的核打擊能力主要是在陸基跟海基，這一次空基上面也再次的展現了它這個一體化的作戰當中，包括有逆蹤戰機護航、空中加油機來延伸它的航程，預警機跟指揮系統也會一起來做支援，來突破敵方的防空網。首先就這樣子的一個飛彈加上這個戰機，將軍你怎麼看它的戰力？這驚雷1是去年這個93閱兵的時候，解放軍才展示出來，在閱兵典禮上展示出來的這種空中發射的核武器。那這次來講，我們當然它很多的數據我們並不曉得哈，它並沒有公布。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們知道，它如果用轟6N來攜帶的話，那我們可以了解轟6N它的最大載彈量可以到15000公斤哈，也就是說，我們看到轟6N這次只攜帶這一枚，那可見的這一枚的導彈的重量少說在10000公斤以上哈，這個是我個人來講，依據轟6N的載重量來做一個推測的哈。所以如果說到這麼重，它當然是射程當然是可以射到非常的遠。那第二個，它可以打多遠呢？這個它可以打多遠並沒有公布，可是轟6N我們知道它的飛行最大的飛行距離是7500公里哈。如果說我們將它折半，它作戰半徑少說3000公里，但是如果透過空中加油的話，大概4000公里沒有問題。如果轟6N可以飛到4000公里之外，再將這枚重達這個上萬公斤的這個導彈驚雷1發射出去，它的射程少說是2-3000公里以上。那這樣加起來的話，大概我預估了，這是我個人的預估，我從這方面來研判，最少是這個7-8000公里以上。那如果說這個從中國的北邊來講，譬如說是白令海峽，因為前一陣子我們也經常看到中俄經常在做聯合的空中戰備警巡，那中國的轟6N也跟俄羅斯的圖95在一起聯合飛行過哈。那如果說從白令海峽這邊這個射程達7-8000公里以上的話，那一定是夠得到美國的本土哈。所以我認為這次這個驚雷1代表是空中的核打擊力量。另外來講的話，我們看到這個今年上半年的時候，這個解放軍就在上個月發射了一枚海中發射的巨浪3的潛射型的這種戰略導彈。然後當然在2024年的時候，它更發射了一枚東風31AG 的這枚導彈，這是陸射型的這種戰略導彈。所以如果說是這次驚雷1出現，很明顯的，我覺得中國解放軍對外表示，它的核打擊3位一體都已經到齊了。它不管是陸上的、空中的，或者是海裡面的3位打擊一體這個核反擊力量都已經完整的具備。尤其是我記得是在上個月的時候，這個解放軍還曾經展示出他們所有的火箭軍，從東風5、東風61的這種導彈，東風41包括到東風17、東風這個27這幾款，不管是戰略型的核打擊的導彈，或者是戰術型的，我們講的是這個關島快遞，或者是航母殺手同時展現出來。那我想說，這很大的一個意義，
就是代表，中國在這個核武器方面已經非常完備。是，大家要曉得，在全世界所有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是不會打仗的。當中國擁有核武器之後，我可以斷定在美國這方面來講的話，可能投鼠忌器，是不會對中國發動任何軍事的行動。好，所以這邊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已經建立好了核三位一體的一個打擊能力哦。那另外一方面呢，中國大陸的動作有沒有跟日本有一些關係呢？因為日本最新就是在最近，我們看到他特別提出了這個2026年新版的防衛白皮書。這當中其實重點就是說，日本說了，他認為說不可以只做這種防禦性的武器，他們要有反擊的能力。而且他特別寫到說，只攔截飛彈是已經輸了一半。好，所以他們做了什麼樣的改變呢？因為過去日本面對飛彈的威脅，主要是靠這些愛國者三建立他們的防禦網。但是日本就說了，現在只是防禦是不行的，因為現在我們要面對的武器跟以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是更進步的，包括了有高超音速的飛彈、飽和攻擊巡弋飛彈、無人機蜂群等等。所以呢，他說呢，我們應該要具備反擊的能力，包括打擊敵方，也就是在飛彈來之前就打擊敵方的這些飛彈基地指揮的通信系統更是要削弱敵方的作戰能力。日本另外一方面也同步加強，不管是在太空、網絡戰也就是說，他說在飛彈升空之前，你就可以先透過網絡去癱瘓對方的軍事的指揮、通訊系統、能源跟基礎設施，干擾敵方作戰。另外一方面，他也特別升級了他的實際的武器，包括了12式的這些陸基反艦飛彈之外，還部署了美制的戰斧巡弋飛彈，讓日本另外一方面還具備這種比較遠程的打擊能力。幹哥怎麼看日本的轉變？好，你看那個2026日本防衛白皮書你就看到他講了一堆，就像剛才世銘講的，把目標從防禦延伸至推動反擊能力，同步強化太空監控、網絡戰等等系統，這些話叫做什麼？叫做鬼話連篇。他的意思就是什麼？要變成攻擊性武力，就這麼簡單。就是說我講了這麼多，我最終的目的就是我們的這個海上、陸上以及航空自衛隊要變成攻擊武力就對了，就這個意思啦。那合法化就是說，我們日本憲法裡面從2次大戰之後不能夠擁有攻擊性武器，但是因為周邊國家的態勢全部都改變，所以我們要能夠使出的手段是讓敵方認為我們是有能力打擊你而投鼠忌器。這句話我又繞口了，但是實際上他們的意思就是這樣，他們的意思就很簡單，我們現在要部署攻擊性武器。什麼叫攻擊性武器？這幾天來我們都有談過了，對不對？我們在海軍的神盾艦上要部署那個巡弋飛彈然後呢，我們當然你知道日本它其實本來在美國的這個協防之下，日本自己靠它自己的神盾艦神盾系統是屬於比較高空的，那低空的階段呢是由誰？由這個空隙是由愛國者來填補，所以日本的愛國者3型是全世界最好的愛國者3型，也就是說是最先進的。美國把最好的都給他，連海軍的神盾艦基線6、基線7Baseline 6、Baseline 7這種最新的、最現代化的神盾系統都配給日本。日本海上自衛隊是，所以日本認為說，我在這個中低空跟高空我都有最好的系統啦，但是日本它終究沒有被美國騙去裝薩德系統，因為那個薩德叫錢坑，所以日本自己發展了叫12式陸基反艦系統。也就是說那個飛彈就有點像我們中國的東風26、東風27，比如說它那個12式陸基飛彈可以發射出去是要打航艦的，要打遼寧號的，它是這樣宣稱。那到底有沒有這麼的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說，他們在就是不接受美国的薩德之後，自己發展了12式的反艦系統。那現在呢，他們覺得說这些東西可能還不夠吧？那怎麼辦？那我們就要發展自己的偵察和那個監視等等這些系統，情偵監還有情報系統，然
然後跟美國共享。跟美國共享之後，美國的電子預警機有任何的訊息的話給我們，我們可以先發動一個打擊，讓你知道說我知道你在哪裡。防衛白皮書裡面竟然還有已經提到說，連地下導彈掩體裡面的威脅，我們都要一併考慮進去。他講的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如果你在江西或是湖南的地下掩體發射出來的東風飛彈，我有嘗試攻擊的義務跟責任。什麼意思啊？就是主動攻擊的意思。所以大家看那個防衛白皮書，千萬不要被他騙了。你以為他的意思是一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自己說服給自己聽，他其實就是告訴世界各國，就是說，其實他的目標第一個當然就是中國。我就是告訴你，我可能會打你。為什麼？讓你知道我打得到你，你不要隨便攻擊我。這就是高市早苗最終的目的。对，好，這一版新版的防衛白皮書是日本目前防衛白皮書裡面史上最後的，那當中也特別加強擴大了中國威脅論，所以我們看到現在中日的關係在持續的升溫。那一方面，我們看到解放軍近期在台海這邊執行了他的戰備警巡，包括出動了21架的軍機跟14艘的軍艦。那高市早苗的部分，我們看到最近比較有爭議的事情，它是到了廣島原爆的紀念活動當中，大家又關心到有關於非核三原則，他目前的立場，他只說目前仍維持非核三原則，但是呢，比較吊詭的事情是他沒有談到那未來是怎麼樣。因為通常呢，在發表這樣的意見的時候，都會講一下那日本未來是打算怎麼做。那現在他只說目前是非核三原則，他是支持的。另外一件事情，這個高市這邊政府也特別強調，今年底會完成安保3文書的一個修訂，要來提升日本的防衛能力。漢庭怎麼看目前中日之間的對峙？今年日本的防衛預算有9兆日幣，創歷史新高。而且他們買的東西呢，也不是在買盾牌，他們買的是長矛。部署了1000公里射程的25式地對艦的導彈，然後還有這個研發射程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導彈。這1000公里就是從東京出發，大概可以打到上海。那以前日本說自己是專守防衛啊，意思我只守我家門口啊，對吧？我不出去打人啊。現在呢，他們已經開始有了對對方基地的攻擊能力。就像如果今天我的鄰居跑過來跟我講說，漢庭啊，最近社區治安不好啊，他想要為了防守在他家買一把槍，我說好，你家要怎麼樣啊？你買什麼裝備是你家的事情嘛。啊，結果過了3天回家，發現他把這把槍架在我家的玄關鞋櫃上，槍口正對我家客廳。我問他你幹嘛？這個你防衛怎麼防到我家來了？他說你看，因為在他們家開槍的話會弄髒他們高貴的地板啊，而且呢，在別人家的客廳消滅威脅，這就是所謂的積極和平主義。這就是現在日本的主張啊，他們還在解禁武器的出口。今年4月，日本也修改了這個轉移的3原則，就原則上允許出口殺傷性的武器，然後馬上就跟澳洲簽約了，賣給他們最上級的護衛艦。這是2戰之後日本第一次出口具備殺傷能力大的大型軍艦。所以以前的日本賣東西啊，都說我們賣螺絲起子啊，不賣刀子。現在就整個刀子都賣，還附磨刀石。而且呢，就在今年的7月31日，選在對中國人民最傷痛的日子，成立國家情報局。那情報局只是一塊拼圖，就每一塊你單獨拿出來，日本都說我是防衛啊。那可是所有的拼圖放在一起，這畫面當然就會讓大家覺得有點眼熟啊。你搞長程飛彈是防衛啊，你加強反擊能力是防衛，你情報集權也是防衛，反間諜法也是防衛。可是當一個過去曾經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你一邊突破了戰後的限制，一邊你又集中情報，一方面你又開始要增加你的長程打擊能力，那自然就會引起大家的懷疑嘛。尤其對中國大陸來說，提起一些質疑，這個不叫做多心，這是基本的警覺，對吧？所以不論是和平憲法的第9條，結果現在呢，它要實質突破。專守防衛呢，那它也轉向變成了主動的嚇阻跟反擊。5核3原則呢也要修改，武器出口禁令呢也在修改。所以日本正在從一個經濟大國悄悄轉型成一個軍事大國。好，謝謝漢庭。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